一则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过境纽约遭美方暂缓的消息，瞬间成为全球舆论焦点。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爆料，北京曾为此向华府施压，而此时正值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加温，川普与习近平幕后接触传闻不断。这起突发插曲被外界视为中美台三方暗战的最新火花。是川普为了大局暂时搁置台湾牌，还是美国对台政策真的出现松动？今天我们带你拆解背后盘算，看清这场敏感交易战的真相。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潇。金融时报周二引述知情者说法称，中国向美方表达了反对此事，随后美国总统川普便拒绝赖清德过境纽约。报道称，赖清德政府此前曾与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洽谈在纽约举办活动，预计赖清德也将出席。此外，他也打算造访德州达拉斯。目前不清楚美方仅拒赖清德过境纽约，还是完全不允许他过境任何美国城市。一位高阶美国官员透露，台美双方正在努力补救情况，现在尚未取消行程。路透社消息指，赖清德是把原定于8月的外交出访往后延至今年稍晚。这些行程包括台湾的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贝里斯和巴拉圭，且可能过境美国达拉斯，虽未正式确认，但台湾已在跟各国政府商讨。一位知情者说，没有取消出访这回事，事实上今年晚点就会进一步安排行程。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在例行记者会重申，赖清德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没有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一名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说，台湾并未宣布赖清德出访计划。他重申，美国政策不变，接待包含赖清德在内的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完全符合美国长期的政策与做法。他表示，台湾并未宣布赖清德出访计划，并且无从评价假设性问题。对此，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先后在7月16号和22号表态说，美方应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中国一贯反对台湾领导人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窜访美国的行为。赖清德过境美国未成消息，引起各方猜测。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川普不想影响了中美刚刚开启的贸易谈判以及美中首脑的会面安排，但这更令美国和台湾的一些官员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川普在寻求与习近平会面时，可能会对中国做出过多让步。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罗森伯格向彭博社表示，政府内部至少有些人把我们跟台湾的伙伴关系放到跟中国的谈判桌上，这非常令人担忧，也对北京释放出危险的讯号。在北京对台采取越具强迫性的行为之际，美国需要释出明确的讯息，也就是承诺遵守长期的往例，而非允许北京再一次任意改变规则。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两岸专家葛莱伊表示，川普应该挺身面对中国的压力，而不是屈服。川普释出美台关系有些方面可以协商的讯号，将会削弱美国的震慑力，让习近平更敢于在台湾议题上施压，获取更多妥协。不过，川普周二在真实社群平台发布贴文，否认主动寻求跟习近平举行峰会。他表示，我可能会去中国，但只会是在习近平主席的邀请下，这个邀请已经发出了，否则没兴趣。他此番先否认再试讯号的操作模式，被认为是典型的极限施压与话语主导策略，借以在谈判前先声夺人。亲中共的南华早报已多次披露，川普与习近平双方的幕僚近期已低调磋商川习会，最可能的方案是今年10月底、11月初在韩国庆州举办的亚洲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顺势访中，或在峰会边上举行闭门会谈。
川普一向擅长在峰会场合创造戏剧性场面，借此争取媒体聚焦与外交话语权。中美两国可能是希望通过川习会对正陷入瓶颈的美中经贸与安全对话起到推动作用。现在美中第3轮高层贸易谈判正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进行。若双方能在关税、先进晶片出口与投资审查等核心议题上取得进展，将有助于促成两国元首的互动。但若双方仍陷僵局，恐怕川习会很难成行。川普的推文很可能是在谈判中对习近平的一种施压表态，这也体现了川普的难以预测和谈判艺术。川普拒绝赖清德过境纽约，很可能是川普的谈判策略和摆中中美台三方关系的一种战术。比如2019年媒体报道，为了达成和中国的第1阶段贸易谈判，川普推迟了签署对台军售66架 F-16V 战机。从新闻曝光到川普最后签署军售案推迟了几个月，显示川普决策有明确的优先顺序，不代表优先顺序较排后的就不处理。来日方长，赖清德此次无法过境美国，也不意味着未来没有机会。现在台湾一些媒体在就此事指责赖清德政府不诚实。之前曾发生过1994年李登辉过境夏威夷时无法入境美国，2006年陈水扁的外交迷航事件等尴尬状况，台美双方预先沟通，推迟过境，避免恶化台美关系及被中共借机鼓噪以美论扰乱民心，也是情有可原的。况且台湾总统过境美国被推迟也不是第一次。彭博曾引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去年赖清德曾应拜登政府要求，原计划经夏威夷和关岛过境，但行程被推迟了几个月。中美战略对抗越演越烈，是大势所趋。台湾夹在两大强权之间，生存之道只能是选边站。现实很残酷，在中共动辄扬言威胁武统台湾，并且持续加大政治打压和军事恫吓下，台湾除了依靠美国寻求自保外别无他法。既然倒向美国是唯一的战略选项，台湾政府只有充分理解美方的对中战略意图，配合川普的抗中节奏，顺势而为。台湾有台湾的价值和优势，不必妄自菲薄。台湾在经贸科技、地缘安全、民主价值方面都是美方最重视的战略利益和伙伴。从川普开始对中国商品征收 145% 的关税的强硬，到近期川普政府的对中政策渐趋缓和，从对中鹰派的国务卿卢比奥与王毅进行建设性会谈，到美国同意松绑辉达 H20 晶片书中的出口管制，说穿了都是为了达成美中经贸协议而释出善意。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川普对全球各国发动贸易战只是陪衬，中共才是这场关税大戏的主角。而川普好不容易透过一系列的关税大棒措施，迫使中共回到谈判桌，自然不会错失良机，也不想让赖清德过境美国这种象征性的动作坏了川普等待了几十年的要求中美贸易平衡的千载难得的机会。而对美国来说，台湾对美国依赖度高，关系稳固，台湾是自家人，不会因赖清德过境问题而伤害互信，反而是中美关系相当脆弱，所以才需要细心经营。而且不久后，美国即将进入年底消费旺季，川普在今年下半年的施政重点显然是平抑物价、控制通膨，无论是减税或者要求联准会降息，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川普在大幅加征对中关税时，就已经为了顶多少玩玩具的发言引发民怨。若是无法透过完成对中关税谈判，解决如稀土磁铁供应等问题，川普也会面临产业界的强大游说压力。川普不得不为美国的强大民意和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进行战略考量。在美国与各国因为对等关税问题没有捋顺之前，给中国商品的关税预留谈判的空间，也符合美国的市场需求和川普政府的政治利益。
我们不能因为赖清德的过境美国被推迟而怀疑川普的对台政策。显然，川普及卢比奥等鹰派官员不会贸然更动已经履行数十年的对台政策。美国近期和盟友在印太从事多场联合军演，加强吓阻中国破坏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现状，同时也要求盟友对台海有事明确表态。况且本届美国国会已提出超过20项友台法案，白宫甚至致函台湾国会，敦促增加台湾安全援助倡议至10亿美元，以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显示出协助台湾抵御中国，已是美国战略利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台湾民众希望川普政府在实质政策上给予台湾利益，比方说近期即将宣布的对等关税，以及232条款下的半导体关税给予台湾较优惠税率，甚至是完成对中贸易谈判后提出新一波对台军售。这些友台政策相信比起赖清德过境美国有更靠前的优先地位。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中，台湾作为小国，美中两大强权的互动直接影响了台湾的战略利益和政策走向。说白了，美中台关系就是由美中说了算。因此，川普此时选择拒绝赖清德过境纽约，避免刺激中共，以求取稳定美中关系，追求当前他认为最优先的战略利益，并不让人意外。或许川普寄希望于中国真的能对美国开放市场，那么今年下半年的川习会将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川普秀。或许会像川普访问中东那样，川普带着一群美国企业大佬浩浩荡荡地前往北京，然后谈妥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让川普成为驯服中共低头的真正赢家。你觉得会有这种可能吗？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